大家好，我老牛啊。最近真骨雕龙旗不是公布了吗？但是现在 SHF 的龙旗产品线价格却一路走高，比真骨雕龙旗公布前价格还要贵，就连飞过马也沾上了这个光。那么我们看一个新系列，就是 SHF 的龙旗对比飞过马的龙旗产品线。那么第一期我们要对比的就是 SHF 龙牙和飞过马龙牙了。这两盒虽然当年的发售价差不多，但是目前的市场价来说是相差了整整3倍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究竟值不值这3倍的差价吧。哦，对，这个新系列也是很烧钱的，希望各位能够多多3连支持。首先我们看到配件方面 ，SHF 是领先了飞过马非常多的，飞过马所拥有的配件玩法 SHF 基本上是都有的，以及说 SHF 所附属的手型有5对，但是飞过马只额外附属了3对半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两款人物的主体，左边是 SHF， 右边是飞过马。各位更喜欢哪一款的造型呢？首先我认为在体型上面飞过马要做的稍好一些 ，SHF 我认为做的有些太瘦了，并且手做的有些大，并且飞过马还有个亮点就是关节的外露没那么多，这点的话我们过一会儿跟各位细说吧。首先依照惯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款的头雕。飞过马的头雕可以看到做的是挺肉的，上面的盔甲纹理基本上是糊成一坨的，并且整个面部是一整块零件，并没有采用分件啊，这样子就会显得没有层次感。我们拿出 SHF 的头来对比一下，还是非常明显的 SHF 要锐利的多，并且 SHF 的眼睛是额外的一块分件，可以看到相较于飞过马来说立体感是要更好的。SHF 眼睛地方的分件可以拔下来，然后替换成红眼状态的面部零件，这样就能还原出龙牙在夜晚的这么一个效果，从而提升玩具的压迫感。这个面罩的锐利度也是很高的，上面镂空的细节真的做得非常好。另外 SHF 头顶的标志也是要比飞过马做的更锐利更还原的。飞过马的一大亮点就是全身上下采用了类似于包胶的工艺，好消息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节外露的，虽然这个包了也就相当于是半包，还是开出了一些口子，从而保证关节的嵌入，但是还是会影响一部分可动性的。但是这个软胶的强度也是挺不错的，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存在一个爆胶的情况。 SHF 这边就是经典的蛋蛋胯了，但是龙旗系列的蛋蛋胯还是有这么一个容易松的通病的，以及说 SHF 的脚掌所采用的是一个合金零件啊。然后飞过马的这个腰带的话，上面是通过印刷的方式来还原的，然后腰带本身的这么一个形准涂装啥的也还算是中规中矩吧。但是 SHF 这边的腰带就做的太好了，上面的图案是通过浮雕来还原的，这样子的质感远不是印刷能比的，而且卡盒还有还原出这种推拉的机构，可以把卡盒真的推出来，这点来说很用心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产品的可动性吧。首先是飞过马的头部上下可动性一般般，左右有点幅度但不多。我发现这款产品脖子处是固定死的，并没有在脖子根处也弄一个关节，这样子人偶的头部可动性可能就比较拉胯了。手臂平抬的幅度超过90度，大臂根部有一处平转关节，手肘弯曲的幅度也很不错。需要前后的可动性很好，但是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动。大腿前踢受到这个包胶的影响比较大，侧踢的幅度还可以，屈膝的幅度很不错了。脚的左右接地性一般般，以及说这款产品并没有脚尖的可动性。接下来我们看到 SHF 的可动性吧，头部上抬很不错，向下会受到领子的干涉，基本上没啥可动，但是左右的幅度很不错。手臂平抬90度，大臂一处平转关节，手肘弯曲幅度很不错。但是老牛刚刚发现老牛这只的手肘有点裂了，但好在不影响把玩，不过还是有些肉疼的，这玩意儿收过来的价格不便宜啊。龙旗 SHF 的产品线是都会有这个毛病的，以及说还会有裂膝盖这种情况，各位买之前还是要好好问清楚，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。我们重新讲回可动，小臂还有一处平转关节，胸腰前后左右的可动性都比较一般，大腿前踢90度，侧踢屈膝都不错，脚的左右接地性一般般。 OK， 接下来到我们的配件环节了，我们先看到这两者的龙招机，左边是 SHF， 右边是飞过马，可以看到 SHF 的这个龙招机要比飞过马做的大了一圈，飞过马的龙招机是固定在一个可替换的手臂上的， SHF 就是一个单独的零件。 SHF 的握把根部是可以活动的，以及说有还原出剧中的这么一个推拉机构，这点来说真的是很用心了。飞过马就没有什么可以活动的地方了，飞过马的龙招机需要将整个手臂插拔替换，值得一提的是替换上去以后是不影响正常替换手型的。飞过马握把这边是一个非常软的软胶，插拔手型的时候暴力一点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东西会折断什么的。 SHF 替换龙招机前需要将小臂的零件取下，随后安装握持手，再把龙招机装上，这个过程需要小心一点。龙招机的材质是硬塑料，而且非常薄，非常容易把握把给弄断。最后把龙招机上面的桩插在小臂上的孔位里就可以了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SHF 这个龙招机为了还原推拉的机构做的有些厚重，如果能再薄一些的话应该能更贴近剧中一些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两者的龙军刀，依然是左边是 SHF， 右边是飞过马，可以看到 SHF 相较于飞过马来说在大小上是大了一圈吧，但是总体上依然大差不差。 SHF 上面的图案用到了浮雕，飞过马依然是一个印刷，装上去以后效果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盾牌依然是左边是 SHF， 右边是飞过马，可以看到飞过马的盾牌相较于 SHF 来说要稍微长一些，然后盾牌上的一色漆面飞过马也要比 SHF 要稍微细腻一些，但是飞过马的盾牌是要作为契约兽的爪子来使用的嘛，所以说是有活动机构的，末端以及爪子前端都是可以活动的，但是飞过马就没有活动的机构了。飞过马盾牌的安装需要将手臂拆下来，再把带装位的肩甲替换件装上去，然后把手臂和盾牌装上去就可以了。SHF 只需要将肩膀上的零件卸下，直接装上盾牌就可以了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两者装上盾牌的这么一个情况。
况。飞古马的这两个盾牌做的太长了，感觉还是有些别扭的。另外，飞古马可以通过往胳膊上加个 C 型扣，将盾牌固定在 C 型扣上，就可以还原手持盾牌了。SHF 则是需要将盾牌上的连接键进行替换，这样就可以用握持手进行握持了。然后我们看到突击降临的这一对龙手 ，SHF 依然是要比飞古马大一圈，这两者的嘴巴都是可以开合的。SHF 的龙头部分是通过一个球关来进行连接的，有额外的可动。飞古马就是一个固定造型了。另外 ，SHF 的龙须部分是硬质材料，把玩过程中容易损坏。飞古马的龙须则是软胶零件。替换方式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，SHF 是直接插拔球关，飞古马是插拔小臂。效果方面的话 ，SHF 还挺不错的，但是飞古马小了一圈，感觉气势上不太足。然后我们看到所附属的卡片 ，SHF 有5张，飞古马只有1张。SHF 的卡片是一块塑料片，上面印刷了图案，塑料片材质偏软，印刷的很清晰。飞古马是一块硬质的塑料板，上面的图案印刷的比较简约，厚度方面也会比 SHF 要厚很多。包括卡片后面，飞古马也是对图案进行了省略。最后我们看到这个 SHF 里面所附属的契约兽，整体的还原度以及涂装还算在线，每段零件都是可以通过球关来进行活动的。但老牛这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了，头部非常松。以及说身上这些零件在把玩过程中非常容易脱落，还是有点小折磨的。但是有一只契约兽的话，无论是拍照还是站柜，效果都是提升非常多的。虽然这只契约兽品质一般般就是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这两款产品的这么一个情况了。不知道各位看完视频以后决定好买哪个了吗？可以看到 SHF 大部分地方都是要比飞古马好的。答案是现在一盒 SHF 龙牙12张，飞古马4张，一盒 SHF 等于3盒飞古马。再加上 SHF 的关节很大概率会出毛病，飞古马的性价比就显得高一些了。不过要我说 SHF 和飞古马哪个好，我觉得等真骨雕的龙牙更痛快。OK， 那么这个新系列第一期为什么不做龙骑呢？因为我想等真骨雕的龙骑出来，再3款龙骑一块对比。OK， 那么下款各位想看啥可以多多留言。新的对比系列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3连。我老牛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